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战争学院的上级研究。目前看起来，战争学院的上级研究会在第7世代跟第8世代的中间开启，可能会有人觉得是一个新的坑，但是我会建议小氪玩家应该要看的是如何用最少的资源效益最大化。第一个技能黄金宝箱可以增加每日任务宝箱的黄金获得数量，最多可以增加10个，研究时间很短，黄金为例的需求也很少。如果有研发这项科技，就可以在每日任务的第6个宝箱这边确实看到有额外的黄金奖励。接下来2个科技是增加士兵训练速度还有训练容量的。虽然这2个技能在后期都没什么用，但是训练速度会比训练容量好一些，至少它可以减少你在爆兵的时候使用的士兵训练加速。如果要研发黄金情报这个技能，增加情报任务打野兽的黄金收益，就会被前面的技能卡住，所以不得不研究前面的技能。点满后几率是 100%， 就是说情报任务只要是打野兽的，都会额外给你1个黄金。每天有3轮的情报任务，加上大师潘额外提供的1轮，有机会让你每天多拿16个黄金。具体会体现在情报任务界面，可以直接在野兽图示上看到额外增加的黄金。内政型大师真的非常实用，如果想了解内政型大师怎么培养的，请参考这一篇。接着是治疗速度，这个技能还不错，最多可以提升治疗速度 60%， 可以帮助你城战的时候治疗士兵快一点。医院容量提升的技能我就觉得还好，重要性低。再来这个技能非常重要，可以增加用黄金半价兑换黄金为例的次数，点满可以增加20次，等于每周兑换260个黄金为例，加上原本就有的次数，这样每周总共可以兑换520个黄金为例，因此黄金的消耗量也会非常可观。所以你需要前面的黄金宝箱还有黄金情报2个技能去做支撑。后面是提升3兵种的攻击力、防御力、杀伤力、生命值，之后是增加出征部队容量，点满可以增加1万。到这边的研究都还是几小时内就可以完成的，算是非常轻松。在黄金军饷1之后，一样是3个兵种的攻击力、防御力、杀伤力、生命值，点满可以各增加 30%。 不过这边的研究时间大约是半天起跳，光是要研究这几格可能就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了。实际上你也需要非常多的金币，所以根本急不得。之后的黄金军饷2一样可以提升出征部队容量1万。在这边我想要先做一个小结，无氪及小氪玩家应该先专注于黄金宝箱、黄金情报、限量黄金这3个技能，它可以让你每天额外获得20个以上的黄金，还有兑换黄金为例的次数。这是第1阶段的目标，应该2周以内可以达成。如果你完成了这部分的研究，大约就是整个研究技术的 10%， 越早完成这个奠定基础的 10% 越好，而且也可以加快 T11 黄金兵种的科技资源累积。接下来是黄金军饷1以及它上面的12个3兵种的战斗数值研究，保守估计要研究到黄金军饷1全满，可能需要1到2个月。到这边花费的资源都还算少，但是已经可以完成这整个研究树状图的大约 20%。 再来是黄金军饷2以及它上面的12个兵种战斗数值研究，在这边花费的资源也还算少，但是研究时间已经明显拉长，可能又需要好几个月来处理这一段。如果完成到这里，你大约就完成了全部的
30%。我觉得在这之前的研究 CP 值都非常的高，无氪跟小氪玩家都必须要达成的。在这之后的研究，你会开始看到科技研究开始需要精炼黄金，然后第一段研究大约就1天起跳，但是获得的能力增益一样是每一段3%，然后黄金世代给的是集结容量提升，所以这部分开始就是属于课长限定，无氪及小氪玩家不用冲得太快。再来一样是3兵种的战斗能力提升，每种各30%，需要的资源数量还有时间都翻倍，研究的 CP 值明显降低。黄金世代2一样是集结容量提升，所以这边也是大课长限定。到这边为止，大约是整个研究图的 60%。再来科技研究的模式开始变得不太一样，你只能先研究攻击力还有防御力，点满一样是各增加30%，之后是部队攻击力，点满增加15%，还有部队防御力，点满也是增加15%。再来是3个兵种的杀伤力，点满可以增加30%，还有生命值，点满也是可以增加30%，以及部队杀伤力，点满增加15%，部队生命值，点满也是增加15%。研究提升的幅度没变，可是资源需求量却越来越多，最后卡在瓶颈的一定是精炼黄金。如果你有幸研究到这边，大约已经完成了整个研究图的 75%。最后几段的研究一样是3个兵种的攻击力 30%， 防御力 30%， 部队攻击力 15%， 部队防御力 15%， 插入3兵种的杀伤力、生命值各 30%， 然后部队杀伤力 15%， 部队生命值 15%。到这里大约是总体进度的 90%。如果不是大课长，1年之内要看到应该很困难。最要命的是最后一段出征容量提升，竟然有100段可以点，点满可以增加4万出征容量。这个科技研究会大幅提高大课长的天花板，这非常可怕。很有可能战力5亿以下的也会被超级大课长一发破城。可能会有人觉得没办法追上大课长很气馁，但我们只要想怎么获得自己最大的利益，给无氪小氪玩家的建议，先着重于最前面的发展型科技，轻松又可以帮助自己提升，获得更多黄金，解锁 T11士兵。再来是黄金军饷1之前的，跟黄金军饷2，这之前的科技都算是非常简单 ，CP 值最高。建议大家把目标先放在这就好，更后面的科技就佛系发展。应该先存一下精炼黄金，把目标先放在之后会开放的主城 TG10，可能会好一点。如果你的伺服器进度还没到这里，想了解战争学院基础研究，请参考这篇，分享给你适合无氪小氪玩家的研究方法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